台湾呢，在我们陆地上的这些公共设施，包括建筑、包括桥梁、包括水坝，那无时不刻的会受到这个地震的侵袭。目前呢，使用30年以上的建筑非常多。当初设计的时候，耐震设计规范没有像现在这么严谨，当初也没有规定那么详细。我们这个材料都会老化、会劣化，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建筑的耐震能力。我们怎么样在这么多的建筑里头，很快的把它的耐震能力评估出来，就好像一个医生诊断出来以后，医生才有办法去开药。那我们研究室就开发了一套初步的一个评估系统，一个是详细的评估系统。那为什么要一个初步跟一个详细呢？我们知道，就是建筑物的户数那么多，每一栋去做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因为那个需要很大量的人力，还有那个费用。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初步评估系统，能够呢把耐震能力不够的建筑物很快的把它筛选出来，我们再去后面进行这个详细评估。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后面的，可能我要做补强所以呢，我们这套系统呢也开发一些补强的模组供这个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建筑师来使用。我们台湾同学、台湾研究者的智慧表现不会比国外逊色到哪边去。那比方说，我们开创出这个预铸式的桥墩，在美国他们可以用，但是呢，只能适用在弱震区。台湾的这个会面临到地震问题，所以我们有这个创新的方法。我们把本来预铸都是一个 block 一个大的结块，那我现在把它化整为零，我变成几个 block 小 block 都起来，有点像乐高的那种观念。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那也获得他们2019年 ASCE 的TY in the World。那这个奖每年只有一篇 paper。那这个我们得奖的这一次呢，是从1969年那个奖设立以来唯一的华人研究团队。我相信我们的经验应该可以分享给全世界。政府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呢，我们这个离岸风电台湾特有的地理环境，离岸风电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在欧洲那边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搬到台湾来未必完全适合。所以我们成立这个离岸风电工程研究中心，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帮我们台湾制定适合我们台湾海域的这样一个离岸风电的设计规范，又很积极的在开发分析软体，透过我们的技术，可以把这个2年半的时间呢缩短到剩下半个月，这个就是我们的贡献这个离岸风电呢，它的整个结构呢，在海浪作用之下，可能会平常就会震动，就会我们专业术语上叫疲劳的问题，管跟管之间的焊接很可能就会损害。传统的这个分析方法，一个管状接头的这个疲劳分析，我们测过大概要13个多钟头。那我们也经过结构力学的方法提出一套理论，就会把这13个钟头缩短到剩下10秒钟。我们也把我们的成果投稿到国际期刊，那一下就被刊登出来。台湾的这个工程教育基本上是蛮成功的，产跟学之间的这个沟通，务必一定要保持一个畅通，让产业界知道学界目前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帮这个一家桥梁设计的顾问公司，我们就帮他们开发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分析软体。现在的少子化，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效率？自动化就很重要，减少人工的作业，那这个就可以避免人为的出错。产学合作基本上是应该以终为始啦，就是说我们做学术的研究，应该要知道业界的需求在哪边，那能够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去前进。我想这个经验一步的累积，终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就算不能100%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解决到80%，那这样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学生最主要就是说培养他的兴趣。你如果是主动式的学习，事实上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逼他。他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引发他的学习动机。一旦产生主动学习，代表他对这个议题他很清楚，他也能够明确的知道他的走向是什么。我认为一个研究人员，你要研究的方向你要先抓住，因为抓住以后才不会见树不见林的，你会看到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那确定这个目标以后，接下来就是要去落实，要用什么方法。那在整个落实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问题，一定会碰到阻碍，你要很有信心的告诉自己。你要坚定的往前走，解决眼前的问题，不代表以后都不会碰到问题。你随时都有新的问题会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种勇于接受挑战，永远保持这种求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啦。现在目前的这个研究领域大概很难保持一种所谓纯粹的单一的一个专业范围。
一定要跨领域。土木工程基本上大家是民生工程，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因为现在解决的问题的方法不是单一的，哪怕是生成式的 AI， 你问一个问题，它给你一大堆答案，怎么样去判断这个答案是对的或错的？这个非常重要。像我们做工程设计，我们是容不得一点出差错的。你如果设计错误了，小数点少一个，那马上就从安全变成不安全。那你要有能力去判断，哪一个答案是合。像我们地震工程来讲，要考虑的就是说多重灾害的影响。台湾不是只有地震啊，还有台风啊，还有土石流啊，还有冲刷啦，这些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表现。那你怎么样去解决真正自然环境给我们的挑战？那离岸风电也是一样，浮动式有很多种啊，现在大概都有世界专利了，但是他们现在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未必是最好的应该存着就是说，我能不能去改善它？时常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想应该这就是我们社会往前的一个动力。